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菠萝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2025年用到的真的好用的防晒。那像之前的我呢，也是一个特别不喜欢用防晒的人，原因有以下几点。第一个呢，我是觉得防晒的质地黏黏的，涂在脸上很不舒服，就算用了一些贵妇品牌之后，也还是没有改观。第二个呢，我以为防晒就是防晒黑，所以如果我不去室外的话，也没必要涂防晒。第三个就是涂了防晒之后要卸妆，我会觉得特别的麻烦。所以之前跟我日本老师上护肤课的时候，我也被他狠狠的批评过一次。自从那次之后，我真的每天都在认真的涂防晒。所以现在如果让我投资护肤品的话，我也会首先把预算投资在卸妆洁面以及防晒身上。那像刚刚有提到，我不喜欢涂防晒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质地，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有同样的烦恼。那现在随着产品的升级，其实防晒做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卷。它除了可以保证防护力之外，它的质地和产品的功能其实都有一个质的飞跃。重点是价格还不高，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难得。所以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赶快来看看我的2025年度爱用防晒清单。我的护肤品大多数都来自于日韩，这个可能跟我学习的护肤理念以及护肤框架有关，所以今天介绍的防晒也大多数来自于日本和韩国，所以如果品牌名称念得不太标准，也请大家多多包涵。那第一款防晒就是这款来自 Shirono Sakura 家的向日葵防晒。这款防晒呢非常平价，而且脸和身体都可以用。它没有添加任何的香料和色素，既保湿又防蓝光，因为里面有添加一些美容液的成分。那看一下它的质地，它的质地其实也是很清爽的这种。其实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要翻车了，因为它刚涂上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黏，但是过了3到5分钟成膜之后，这个黏腻感就会完全的消失，整体就是一个比较轻薄舒服的感觉，而且它还没有任何的味道。不过这一款是需要卸妆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伊卡托的物理防晒，它是一款敏感肌友好，并且不用卸妆，可以防蓝光、抗汗、抗油、滋润度高的防晒。因为它里面是有含91%的美容成分的，那它是有润色效果的，也可以当妆前乳使用。另外一个比较厉害的点就是，它是一款海洋型友好的防晒，就是如果你去夏威夷啊或者帕劳这种珊瑚多的地方，也是可以使用的。那它是有两个颜色，一个米色，一个粉色。那我现在把它们放在手上试一下。左手涂的是米色，然后右手我们涂上粉色。那其实可以看到米色的遮盖力是会更好一点，但是粉色的话，它就是会比较透亮一点。如果涂在脸上的话，就是会显得气色比较好。所以我其实更推荐粉色多一点点。第三款呢，就是这一款 Page Une 的物理防晒，它是属于一款护肤型的防晒，它既能做防护，然后也能做养肤，敏感肌可以用，又有润色效果，可以提亮修饰肤色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，它的质地也是非常软，然后可以非常好的推开。重点它还不用卸妆，这款里面也添加了烟酰胺，然后它可以防蓝光、防大气污染，同时又可以淡化细纹、抑制黑色素的生成、保湿抗炎，还可以增加皮肤弹性。那像我们一般的物理防晒呢，都有一个比较厚重，然后难推开泛白的劣势，但是这几款就真的是完全的不会。那第四款呢是这个 Lift Up 防晒。那这个品牌呢，它是主打从线粒体的层面去修复皮肤，这个也是我的真爱防晒之一。之前我在家里居家办公没有办法出门的时候，都是涂它。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
那同时呢，它又可以抵御花粉、粉尘，不用卸妆，有抗炎的效果，又同时防蓝光和近红外线，并且无硅油的配方呢，又很适合6个月以上的宝宝使用。而且它的容量特别大，有80毫升，我觉得很耐用。不过呢，它就只是防晒指数只有 FPF28而已，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那些经常在室内并且不怎么流汗的人。第5款呢是这个来自 Pamil 的防晒，这个是韩国的牌子，今年新出了蓝色和粉色2个款。蓝色的护肤成分更高，有85%，它是专门为敏感肌设计的一款防晒，里面有添加积雪草，可以消炎镇定，而且流动性很高，涂起来就像精华一样。那粉色这个呢是羞涩款，它里面只有71%的美容成分，它虽然不消炎，但是它涂上去一点都不假白，就真的是有那种韩式水光肌的效果。这2个呢就都是需要卸妆的。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。左手是蓝色，然后右手涂上粉色。那左边就是蓝色，然后右边就是粉色。前面推荐的几款防晒都属于一个比较平价的类型，那接下来推荐的这2款呢，就更适合熟龄肌，主打一个养肤。第1款这个呢是奥尔滨的白管防晒，它的质地在我这几期推荐的几款里面算是一个最厚重，而且价格也是最高的一款防晒。可是我觉得它和 CPB 的防晒比还是清爽很多的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。我觉得它的质地就是一个厚重但是不油腻的一个状态，可能跟它这款产品的定位有关，因为它是一个集面霜还有防晒和妆前乳一体的全效型防晒，而且它可以防御紫外线、近红外线还有蓝光。那奥尔滨好像在防近红外线这一块呢是有专利的，而且它还有一个抗老的成分在里面。不过它不美白，也不抵御花粉和粉尘。这款的话也是需要卸妆的。那在养肤防晒中，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是这一款 Hermosa 的防晒，它的有些成分呢是奥尔滨都没有的。这款防晒是我今年4月在东京美容展会上遇到的一款防晒。首先它的防护力和使用感我都非常的满意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。它里面添加的美容成分，除了比较常见的烟酰胺、熊果苷之外，它还添加了另外一个比较厉害的成分，叫 ACTH37。那这个成分比较厉害，所以我想多讲几句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抗氧化的加速器。首先，它可以自己去抵御一些自由基，然后呢，它又可以刺激我们的皮肤去产生谷胱甘肽。谷胱甘肽呢，是我们体内一个比较天然，然后比较强效的一个抗氧化剂。那你可以想象，就是它从我们内部往皮肤上盖了一层盔甲，然后帮助皮肤去抵御一些暗沉和老化。那这款防晒呢，也是宝宝可以用，然后无需卸妆。最后还想多说一句的是，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的原理不同，但是这不代表哪一种防晒更好，更多的是看它的工艺和技术。而我们平常选防晒的时候呢，也更多的是看场景，而不是看指标。比如说，你今天要去海岛游泳，明天只待在家里，这2种场景所需要的防晒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、肤质以及需求去挑选一些防晒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大家可以评论区下方留言跟我说，或者也可以告诉我你们想听的另外一些话题或者是课题。好了，那下次再见，拜拜。